耶耶！各位，各位，我们小金，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？又是我们。对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在我们废话，在我们频道当然是我们、啊。有没有？我们不是废话频道，我们最近的好评 up 哎、欸。废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多加入了一个生力军。什么生力军？削尖制。因为有了削尖制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马虎。我们所有的元素都变得非常多元，我所有的剪辑处理方式都变得非常不一样。我们就是一直在要求啊，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削尖是那个削尖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，那么为什么还要用余生来度过？嗨，你好，我是 Kim 黄承浩。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但我早就已经认识你了。你就是1019天前的我，而我们只花了1019天，就从一个素人走上小巨蛋的舞台了。如果人生可以再活一次，你会怎么活？你会不会用尽全力？你会不会愿意打破所有的不确定，勇往直前？还是你依然会选择重复现在的人生，让余生就这样慢慢过去？我不想，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心中的那朵希望之花凋零，我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人生仅仅只有如此。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需要什么样的证明，才会相信自己其实拥有无限可能？如果你正在等待一个人、一个团队、一个故事来替你证明这件事，那么我们在这，我们替自己也替你们打造了火星计划，一个从不可能走向可能的故事，一个重新相信自己的故事，一个由你亲手写下的全新人生故事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向过去的自己告别，现在此刻为你自己买下一张重生的门票。我是 Kim 黄承浩，2026 7月1号台北小巨蛋，拿回你能看见未来的人生剧本。我们最近有什么事哦？我们最近就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这个。有没有除了火星计划？不是，我在想一件事情，如我们火星计划忙完之后，应该近期没有这种类似火星重量是会再发生 again 的。那就要看你了。那就看你了。看我真的，妈的，上一次也不就是926完之后，你他妈就1215了，也没几个月的时间了。对啊。然后1215完之后，你413就有。我认真觉得，如果你要我再经历现在这个一次，我跟你说，这动画录下来有音频以及影像为证，我打赌7月1号之后 ，Kim 就会在2号或3号的时候说，经过这次的活动之后，大家辛苦了，但是我有一个新的想法。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新的 upgrade， 所以我想到我是觉得啦，这个素材可以不用留啦，因为我可以大概挑得出3个还是4个类似的素材，在不同的场景，小树屋里面好像也有过。这刚好这个位置是不是？对，这是个位置。哦，哇哦，幸运哎。对啊。是。所以我们等下去停车场走，你看你这还很远哎。我等下把你们送过去嘛，我再想就好了。没差啦，前面够停车场。看我还搞不好我还可以回去弄歌啊！我他妈的。哦，没有，你只是过来录吧。我跟你说，靠背。我昨天打给 Peter， 我说你今天会来吗？对。他说今天 Kim 要做什么？我说他要体态测试啊。然后我说那我需要一些素材啊。他就很冷的跟我说。哦，这素材会长跟我上次拍一样，我拿上车给你就好了，他不会改变。所以 Peter 今天不会跟我们进去。还没有，那小俊你今天可以录啊。我当然要录啊。今天会录啊。那为什么我在这？不，我就说那今天我就不用录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今天不录你，但我今天录你啊。但你还是要录你那个背啊，背部线条什么的。对啊。我跟你说，没有，他会录啊，我会录啊。我跟你说，小安打开我 schedule 之后，看到那个体态测试，没头没尾，就说拍手背部线条。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哥，你现在背后有线条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你距离离子已经也蛮近的，看一条黑线，傻小。一早打来问我是不是有背部线条，他说欠教训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是火星计划的事情啊？有啊，有没有？我6月要去美国，10月要去欧洲啊。哦哇，对你美国那个现在怎么样了？没有在进行啊。
什么意思？差不多了，要开始进行了，要准备一下。我跟你说，《原子习惯》的作者回去，哦，很酷吧？他又即将是你的瓮中鳖了。可是我不太懂的事情是，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剪，但我不太懂的事情就是，Even Jeff Keighley 要去咯 ，Kit 的票还没卖完，这美国是不流行《原子习惯》的作者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就是 Kit 的票不是300张，然后那个票在他宣布他原子习惯冲着要去之后，票300张还是没卖完他还在卖。我以为如果在台湾，只要我公布他要来，我觉得2000张直接售罄。那你要不要先公布，然后？不过我有在想，我都买几本他最近的书带去给他签。我跟你不是啊，不是只有300，他是只有300张票吗？他只有300张票啊，因为他每年场地一模一样啊。那 Kids 一张票多少钱呢？大概3万吧，台币。像卖等下再科普一下，原子的那个杀小鬼是很夯的人。原子习惯冲着他霸榜第1名，那个什么3年还是5年了吧？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什么圈子的人一定要知道他，或是一定会知道他。如果你对于什么 self helping 啊，然后时间管理啊、习惯养成啊，做葱油饼算吗？算吧，都会知道他。真的假的？他是蛮有名的人啊。OK， 所以你说那个对面，我们现在看的小上海小吃那个老板，你问他，搞不好他看过。欢迎业配，欢迎业配，小上海小吃，如果你愿意被请过来。6月要去美国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6月去美国的时候是 Peter 那天，小上海小吃。我跟你讲 ，Peter 那天就很担心跟我说，你6月要去美国哦。那我说浩没有你怎么办？他说你要在7月1号之前去美国哦。对，你7月1号之前要去美国。对啊，我6月15号才会回来。是不是开始担心了？那你什么时候去？7号。不行吧？你看，要先通报了吧？此人为危险分子哦。然后 Peter 他问了我3次，你真的要飞哦？你要去几天？7天呐！哇，这那你第7天回来？对啊，你一定会看到我阿公啊！靠！我是因为活动4天呢，我飞去飞回来需要点时间，我有时差呀。我飞回来就花1天半，差不多吧。6天多就没了。我第7天凌晨降落。你大概有心理准备，就是他要飞出去的前1周或2周，你会有 double 密集的类比于重量那个重训的那一种露宿菜的过程。我跟你讲，Peter 就跟我说，他就说那这样的话，那日更怎么办？我说我会把就是内容写好给 Kim 吗？他说我跟你讲，你在台湾跟你不在台湾。那是不一样的。不是啊，那不是我们就有那个前行攻击了，不是吗？换日线攻击。对啊。所以你就不用熬夜了嘛？听起来你没有，就是我在美国他还是要熬夜，因为他早上还是要去做他在美国的事情啊！你他妈是不是人啊？哎呀，干！这一集标题就叫做你到底是不是人？计划通失败。原来是这样子搞的。对，可是我最近从今天开始我练习白天剪片。我在想说，我能不能因为我现在不是剪，你在练习抗时差剪片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我的剪片是有一定的顺序的，对，就是它有一个流程嘛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流程碎片化之后，我塞在每例如说20或30分钟以内？因为我发觉我的剪片，如果我不做复杂的字卡，就是一定要那边动来动去的话，那大概2个半小时可以剪完一支。那2个半小时相当于是5个30分钟吗？那你整理文本整理的蛮快的。小俊刚刚讲那句话有很厉害哦，他意思就是说2个半小时等于5个30分钟。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也开始争气起来了，小俊。1分钟就是60秒，你懂为什么？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如果我有很多个30分钟的话，我就可以就是用这个方法。你是番茄时钟一波。对，我想说，那这样的话，因为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晚上11、12点开始开剪嘛，对，剪到凌晨2、3点，然后Jen接手 po 文嘛，然后台湾时间早上8、9点会看到那一篇贴文。那我想你这样换日线的话，你换不了那个换日线了。我在就活动结束之后，我回饭店开始剪，剪完之后是台湾的晚上上片，因为我就去睡觉了。然后台湾的晚上就会上片了，因为美国跟台湾日夜颠倒。你简单你去的那个时候是差几小时？你的所在地区跟我们差几小时？我忘记了，8小时吧左右。一样是 Vegas 吗？
Vegas 旁边而已。对啊，差不多。所以等于说，我们晚上10点的时候，你是早上6点。10:22，其实我不知道我看一下现在是美国几点？现在是下午。那他这样跟卷的时差，我们可以有3重攻击。对，现在感觉可以弄到早上了，现在拉斯我们有3个中午的机会一天。对啊，现在拉斯维加斯是晚上10:40啊，好幸福哦。对啊，所以等同于你现在把答案丢给我。我会在拉斯维加斯直接剪。你有听到这重点吗？对，不是说你有3个中午，是你要一个人要做3个中午的事情。因为有3个中午的人，反正你就会排一个层给我就没弄嘛，不是这样？对啊，那我就说我会在那之前吧，就是那。这样你到底是哪一天飞？他快不可以了，6月是不是？6月，本来听你他妈6月初在提醒我。6月呢？因为7号飞啊。看紧张。当你发现你6月早上会碰到他，下午也会碰到他的时候，就代表已经距离1周了。我小巨蛋的最后1周，我是住在小巨蛋旁边。你去订了是？订，我住在小巨蛋旁边。一家吗？一家。紧张很紧张其实很抖每天想到胃都很痛。我本来以为100变90、80，感觉没那么痛，但是现在80变70，我也很抖。很抖啊！那我们下一集我们来说说看有多抖。各种下一集见。